你想不想知道，如果只看 K 线的颜色变化，就知道什么时候要买入以及什么时候要卖出呢？这是一种蜡烛图裸 K 的预测技术。1个月前，我曾经在纳斯达克的行情解析视频当中提及，并且教大家如何把握2023年5月31号、6月14号、6月26号的高低点。在这部影片中，我将把这一项技术的初级版本分享给你。学会之后，对于市场的高低点，你也可以进行预测。视频最后还有关于该技术的注意事项，对于实战的效果有很大影响，记得要看到最后哦。大家好，我是阿哲。在学习该项技术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市场当中的平衡学说。在股市当中，有一部分投资者坚定地认为，市场当中只存在2种股价的运行状态，它们分别是股价的平衡状态以及股价平衡被打破之后的状态。为什么大部分的散户炒股都是亏钱的？其中绝大部分的原因是绝大部分人在参与的行情都是市场当中的平衡行情，而平衡行情是不具有预测性，是存在混沌的效应。在这种状态之下，想要去进行获利是特别困难的，大部分人只能亏损，而基本很难赚钱。只有参与到市场平衡打破之后的状态，才能够出现可预测的现象以及明确的方向性选择，这个时候才能够进行规避风险和赢取利润。那么这就是市场当中的平衡论，而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就是关于这一个平衡的打破。平衡的打破有很多种，价格的打破，我们经常会看到横盘的突破以及箱体的运行，或者说是通道类的走势，这都属于股价方面的平衡。而今天我们所学的阴阳交错模型是一种很特殊的寻找市场平衡的状态，它所找的平衡是股价当中的一种元素，叫做 K 线的颜色。我们都知道 K 线有阴阳之分，那么市场的平衡通过颜色也能够去寻找。我们看到图中所排列的这种 K 线的颜色规律，那么你会看到的是，它们上下2组排列都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当股价出现了一根阴线之后，隔天一般出现的颜色就是相反的阴阳的交错排列。第1天是阴线，第2天则为阳线，而第3天则重新再归为阴线，第4天重新返回阳线。我们不论涨跌，不论 K 线的外在形态，只论它的颜色变化。而就是这种颜色变化，能够让我们去发现市场当中它的平衡点所在。如果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你会知道市场当中存在的这种阴阳交错，其实和太极的颜色是一致的。太极中有两仪，两仪是阴阳平衡。而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阴线颜色变化，其实它这就构成了一种平衡。不管是上方的阴阳还是下方的阳阴，都属于市场的一种平衡状态。而如果你发现 K 线颜色开始逐步的形成这种阴阳交错的模型，证明市场目前就处于一种特殊的平衡形态。而如果市场一直在进行本规律的交错，一直都是阴阳交错的排列，那么就意味这种平衡形态在延续、在保持、在维持，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就处于平衡的形态延续。而我们认为市场可预知的范围、可预测的形态不是平衡形态，而是平衡被打乱、打破之后的股价运行。也就是说，我们在发现市场存在阴阳交错模型平衡状态时，那么你要特别注意它被打破的那一天。那如何要去打破这种状态呢？自然是要把这种阴阳两仪的交错模型进行打乱。比如说这2根 K 线，前期是不是上方这一组是阴线、阳线的排列，而后续正常来说应该一直保持阴阳交错的排列。在阳线之后，它应该接下来是一根阴线的走势，但你会发现 K 线的颜色它并没有转为阴线，而一直保持阳线，那么这种就叫做阴阳平衡被打破。而下方也是一样，当价格处于阳阴阳阴的这种走势时，突然有一天它不再是阴线之后接阳线，而是阴线之后再次出现阴线，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出现是什么呢？阴极则阳生，或者说阳极则阴生。市场当中则出现的将是打破的状态，这种打破的平衡，我们称它为市场变盘的开始。何谓变盘？如果你是频道的老朋友，你会知道变盘点意味着大概率转折，小概率加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了阴阳交错模型之后，我们将会学习如何用阴阳交错模型初步应用在股市的预测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还没有点关注，还没有订阅阿哲的朋友，那么记得呢，在下方可以点一个订阅，以后可以多来学习。我们现在来学习关于阴阳交错模型的具体使用。比如这一张图谱是纳斯达克2022年12月13号到2023年2月2号的这个跨度，也是近期的一个行情走势。市场呢，前期的股价是处于下跌的，而下跌当中，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阴阳交错模型？首先，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走势，而构成了阳线，后续股价继续下跌回落，是一根阴线，而后再次阴线阳线的排列，就构成了一阴一阳、一阴一阳的这种阴阳交错模型。这种模型之下，我们知道阴线之后本应该出现的是阳线，但可惜这一天并没有出现阳线，反而是阴线。那么这就叫做我们在下降走势当中所发现的阴极则容易阳生。那么阴极它往往代表的就是市场下跌的变盘点，它很有可能会转折向上，这就是阴阳交错模型。我们再往后看，那又比如股价上涨图中，这是2022年7月26号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行情图。我们发现的是，市场前期走势良好，一路的上涨，甚至呢，在见顶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它有任何转变的走势。在趋势理论当中，这很明显只是简单的调整，但你会发现的是，市场就是如此走出了一个顶部，股价调整图中出现一根阴线见到低点，而后股价再次上涨是一根阳线，而后再转为阴线，那么再出现阳线，就构成了阴阳阴阳的交错模型，又出现了市场难得的平衡状态。那平衡状态，我们来关注它是否被打破。你会发现阳线之后本应该走平衡状态的阴线没有出现，而是再次出现了阳线，说明市场呢从平衡打破走出了不平衡的走势，即将开始转势。这就是阳盛则阴生，股价在上涨当中见到高点，任何的技术都不能够在这里告诉你市场将要见顶，而阴阳交错模型将会提醒你这个位置市场不再平衡，非转折则加速。听到这里，你对阴阳交错模型的初级版本应该有所认知。我们在上涨图中要去关注的是阴阳交错模型的阳极，也就是双阳的一个形态。而在下跌走势当中，你要关注的是市场当中下跌图中的双阴，也就是阴极阳生的变盘点。这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初级使用方式。很多时候呢，市场的变化莫测，它不会那么标准的给你一个阴极的买点和阳极的卖点。我们很多时候会碰到的情况，其实是跟我们图中所看到的这种排列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现在注意了，我们要开始讲解该使用方法的注意事项。这个技巧特别简单，它在简单的图中让你却能够精准的预测到某些行情的顶底。所以呢，有些注意事项你要去明白，明白之后，你对于市场当中的预测将会更加的准确。我们看到图中，你会发现市场是不是处于下跌的走势？下跌当中出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这一次股价并没有在持续下跌当中出现双阴的阴极买点，而是提前反弹走势当中出现了双阳的走势。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市场的变化不如你所期望的那么出现，你无法把握到低点？但是我们通过双阳的走势，你要注意的是后续两根 K 线，大家注意了，不管后续两根阳线它是双阳还是双阴，在实际用当中，你要关注的是两根阳线它的重心。
如果你发现最后两根阳线、两根 K 线，它的重心在打破平衡之后是向上的，并且整体股价是在阴阳交错模型结束之后是所处的位置是相对的高位，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注意，它不管是双阳还是双阴，股价最后是重心向上，那么应该以高抛为主，你将会卖到一个相对急涨之后的缓涨阶段，或者说震荡阶段，这是一个注意事项。而我们发现，后续市场在缓涨当中，是不是又出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再出现阳线的走势？这就是很标准的上涨当中出现双阳、阳极、升阴的走势。我们应该在股价后续收阴或下跌时可以去卖出，相对激进的朋友也可以呢在双阳的高点去进行卖出。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最后两根阳线是有加速的，而加速之后出现上影线，通过 K 线的逻辑，你也会更加准确的预测到这里它是卖点而不是加速点。好，那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要关注后续双阳双阴它的重心以及位置，高位更加偏向于转折向下，低位则更容易转折向上，不一定双阴就是买点，不一定双阳就必须是卖点。好，我们再往后看，左右两侧其实它还有阴阳交错模型。这一段行情的图谱呢，大家注意了，不是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它是2023年5月18号的香港恒生指数。该方法呢，对于各个市场的指数行情都能够适用，不管是美股、港股、A 股，或者说其他指数，都可以用该技术寻找到市场当中的平衡点。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最新的香港恒生指数的行情，它频繁出现了阴阳交错模型，市场整体是不是震荡为主？我们看下左右两侧的阴阳交错，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中途这一波上涨所出现的，那现在你看到这里是不是阳线、阴线、阳线、阴线，又出现了平衡状态，而后出现阴线之后，正常来讲我们应该双阴，重心向下，并且股价最后双阴的收盘，整体是不是在阴阳交错模型当中也是最低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盘点，叫做买点。我们刚才所说的双阴，阴极则阳升。但问题你会发现的是，后续股价还是继续的下跌，并没有出现止跌的现象啊。包括最近的，你会看到香港恒生指数，这里是阳线、阴线、阳线、阴线。这是双阳，双阳之后，股价重心向上，并且整体收盘在阴阳交错模型当中都处于高位。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上涨高抛，但你发现后续股价反而加速，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注意事项。在股价走势当中，你怎么知道变盘点是转折的概率更大，亦或者变盘点是加速的概率更大？在非正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加速它是如何出现的？本来市场的运行当中，变盘点的转折概率大概是70%到80%，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管，你用这样技术，你每一次遇到你都当它是转折点，都是会由涨转跌，由跌转涨，那么你的正确率也能够有70%到80%。但是市场呢，有一些特殊的现象会告诉你，有时候它大概率不是转折，而是加速。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股价的运行，它有时候出现这种特殊的表现。比如前期的这一波下跌，我们看到它其实出现这种特殊的现象，在阴阳交错模型打破之后，次日出现的不是止跌，不是任何的普通 K 线，它是一个跳空低开的 K 线。那么跳空意味着某个方向性的力量达到了顶峰，这往往是加速的一个痕迹。那你会发现右侧近期的市场为什么阴阳交错模型之后高抛却抛到了一个加速点？因为你发现最后的双阳之后并没有收下跌 K 线，或者说并没有见顶的信号，反而出现再次的高开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在阴阳交错模型打破之后，平衡打破之后，如果你发现出现了一个方向性的跳空缺口，那么这种 K 线
将会大概率告诉你，后续市场还会往该方向进行加速运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希望大家呢把注意事项能够牢牢记住。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在用任何的方法之前，你要知道它的适用范围，因为本视频所分享的阴阳交错模型呢，它属于初级的版本，属于相对简单的使用的版本，所以这个方法建议主要用于分析指数行情，不是说它不能用于个股行情，而是个股行情使用这个方法，它的成功率呢会更偏低一些，并且大家要注意的是，第二部分，所有的预测技术都离不开确认技术。预测技术是一项相对精确性或者说相对精准的一个技术，但是越精准的内容，它往往一旦出错，相对来说成功率将会大大降低。所以预测技术呢，我们一般要搭配确认技术来进行。你不能够因为你的预测认为此处是低点，我就满仓去介入这个低点，而应该等待市场有了确认行情之后，我们再去逐步的加大仓位。所有的预测不能够缺少确认，所以在预测当中，我们要知道的是大胆预测，小心求证，这就是关于该项技术的注意事项。后两句话可以适用于任何的预测技术。关于这个注意事项，希望大家能够切记。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此结束了。更多关于预测技术、裸 K 技术的方法，我们会在后续的行情视频以及技术教学视频当中去进行提及和教学。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该项技术感兴趣，那么也不要忘记在视频结尾在下方进行点赞并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以后会有更多的精彩视频进行分享。关注之后会有更加及时的提醒。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